哪有向我求婚的第二晚，我却得知他已经和初恋领了结婚证。去接参加兄弟聚会的男友回家时，我听见了他和朋友的聊天。思培，你和秦婉领证了，那你女朋友怎么办？就不怕被他发现和你分手？顾思培丝毫不慌地双腿交叠，弹了弹手上的烟灰，漫不经心开口：我答应和秦婉领证，只是为了能让他的孩子顺利进入京都国际学校，3年后就会离婚。况且举唐一只是我的一条舔狗，我心软给他一个名分，他要是敢闹，就算求婚了我也不会和他结婚。其他人连连点头接着附和，说不定你告诉他你结婚了，他连3儿都愿意做，到时候挣上一个身边一个，简直快哉！不再听他们幻想左拥右抱的生活。我转过身，给妈妈打去电话。妈，你说的对，他不是程记，我想回家了。妈妈大喜过望。好，3天后我们带你回家。唐姨给我煮碗醒酒茶来。刚进门的顾思培松了松脖子上的领带，把外套扔在地上，下一秒就开始习惯性的使唤我。我刚和妈妈挂断电话，看见他醉醺醺、满脸通红、站不稳的模样，第一次觉得他真的很不像程记。程记不会喝酒，不会抽烟，更不会大半夜玩够了还对我颐指气使。看着他，我第一次生出厌烦的情绪。家里没蜂蜜和柠檬了，煮不了。我冷漠开口：没有了，你不知道去买啊？这点小事都做不好，我养你干什么啊？快点去，我难受。他扯着领带，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瘫着，下一秒就睡了过去，鼾声渐起。见状，我没有像往常一样给他换衣服、擦拭身体，把他扶回卧室，只是丢给他一个毛毯就回了卧室。正好妈妈再次给我发来信息：你哥哥他后天来找你，你记得去接他。我回了声好，又在手机上预约了上门清洁服务，沉沉睡去。第二天，我是被剧烈的开门声吵醒的。季唐姨，你昨晚居然……季唐姨，你昨晚居然让我在沙发上睡的觉！刚给你求婚，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居然敢这么对我！信不信，就算我求婚了，我也不一定会娶你。他一把把我从床上薅起来，满嘴隔夜的酒气熏得我脑仁疼。我皱了一下眉，直勾勾盯着他的眼睛，淡淡吐出2个字：我信。闻言，顾思培有些错愕地松开手，眯着眼睛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我。毕竟在以前，他一说不和我结婚，我就会哭闹地抱着他，求他必须娶我，说我这辈子非他不嫁。甚至更严重的时候，我还会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认为是自己做得不够好，是不是哪里让他不满意，直到他终于愿意施舍给我一场订婚宴。可现在一切都无所谓了，我翻身下床，利落地穿好衣服，无视顾思培的存在。他见我怪异的举动，无奈地扯住我的手臂：你在闹脾气吗？就因为昨晚我和朋友聚会没带你？我都说了，我那些都是哥们，你一个拟人去了也没共同话题，有必要生气吗？我说道：我没生气。闻言，他松了口气，揉了揉发胀的脑袋，缓和声音开口：对了，今天秦晚要过来，我找个酒店你住一晚吧。我有些错愕地看着他，虽然他和秦婉领证了，但就这样堂而皇之地让他住进来，让我住酒店，他难不成真心动了朋友的建议，让我当3吗？我怒极反笑，讽刺他：顾思培，你真不要脸。见我的脸色，顾思培破天荒给我解释，秦晚的孩子要进京都国际学校，开学前老师要家访，对每位学生的家庭情况有个初步的了解。你知道的，秦晚是单亲妈妈，收入低，住的地方偏僻，她这种家庭的人，京都是不会考虑让她孩子进的，所以她好人帮到底，不仅和她领证，现在还要把我赶出去吗？不过也无所谓了。我说好，也许是见我情绪太平和了，根本不像我往常的样子。顾思培抿了抿唇，开口：我会给你买一套珠宝补偿。我嗯了声，情绪却并没有因为他的补偿而有起伏，只是我还没离开秦晚，倒先过来了。他带着孩子掠过开门的我，直接走到顾思培面前：思培这次家访，听说校长也会来，只是让季小姐离开的话，可能不太行了。什么意思啊？顾思培问。秦晚没回答他，眼神却是转向我，扑通一下跪在我面前，突然开始声泪俱下：季小姐，你知道我只有农农这么一个孩子，我想让他出人头地，上京都国际是他最好的出路，所以还请季小姐答应我一个无理的请求。他都和顾思培领证了，他已经比我名正言顺了，至于还故意来求我吗？
但为了满足他的表演欲，我还是问他什么请求。他有些难以启齿，姬小姐，我需要你把你的东西全部搬走，把这个家的女主人换成我，次卧也要换成浓浓住的卧室，这样校长他们才会相信。原来就这个，刚好我也准备把东西搬走，他倒是给了我个很好的理由。见我盯着他沉默，顾思培倒是比我先开口，只是多装修2遍，又不是什么难事，反正你在家也没事干，没必要。不等他说完，我笑着开口，一家人是要住在一起，我搬。见我答应的爽快，顾思培眉头皱得更深了，刚想拉住我，手却被浓浓握住。太好了，爸爸，我们可以住在一起了。我的东西开始逐渐减少，秦晚的东西开始变多，甚至屋里还挂上了我都没有的和顾思培的婚纱照。见我看着婚纱照愣神，顾思培站在我身边，出乎意料，他会解释这些都是 P 图假的，我没有和他拍过。我没回答他这个问题，而是说挺好看的。顾思培皱眉看向我，他总觉得今天我怪怪的。唐姨，如果你生气了，可以告诉我，我也可以不让他们搬进来。可如果他真的在意我的情绪的话，就不会背着我和秦婉领证，他不过是在试探我罢了。我深呼吸一口，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助人为乐是好事，我不生气。说完，我不再看顾思培震惊的神色，视线投向侧卧。那个房间的阳台养着我最喜欢的盆栽和绿植，放着很多我的东西，可现在绿植被无情地摔在地上，我养的植物在工人脚下踩来踩去，绿色的枝叶黏腻腻地踩满了整间屋子。突然觉得这个屋子恶心无比，连带着人也恶心。秦婉还在一旁道歉，对不起啊，季小姐，浓浓对这些过敏，必须要清理干净。你放心，等浓浓的入学手续办完，我立马给你恢复原样。我没吭声，看向门口打包好的3箱行李，让搬家工人拿走。顷刻间，属于我在这个家的痕迹竟然消失，逐渐被另一个女人取代。我怅然地笑了笑，虽然和顾思培我们2人都没有在这段关系中做到纯粹，但毕竟是用最亲密的关系相处了4年，真正离开，心里还有点涩然。不过是时候结束了。我看向顾思培，我走了。顾思培被浓浓拉着，腾不开手。他颔首，最多1周时间，我就让你搬回来。可我不会回来了。出门前，秦婉伸出手喊住我：“季小姐，为了感谢你，今晚我请你吃饭吧。感谢你的帮忙，你可一定不要拒绝我，要不然我会伤心的。”见状，我也只能说好。可当天晚上，等我到了预定地点，等到10点钟，却也不见顾思培和秦婉母子。我打电话过去，得知的却是对不起啊，季小姐，浓浓突然生病了，我和思培在医院呢，忘记通知你了。季小姐不会生气吧？生气倒不会，只是玩这种心眼，挺幼稚也挺可笑的。第2天想到我哥今天会过来，我给哥哥发去消息，问他具体下机时间，我好去接他。可哥哥的消息没等到，却等来了顾思培的电话：“唐姨，我受伤了，你帮我带点药过来。”我本不想管他，告诉他受伤了，让秦婉给你买，他现在才是你的老婆。可顾思培破天荒地软了声音：“堂堂，你才是我女朋友，我想你来看我，求你了，来看看我好不好？”一瞬间，我神情恍惚了，他的语调和我爱的成绩重合，我下意识回答好。说完之后，我就后悔了。可顾思培却挂断了电话，叹了口气：“正好我还有东西没拿回来，就当是最后一次吧。”去药店买了药，门口的指纹已经解不了锁。我敲了敲门，下一瞬门被打开，可迎接我的却是迎面一耳光。我看见眼前红着眼的秦婉，手也毫不犹豫地回击过去：“你有病吧？”我脱口而出，秦婉却扯着嗓子控诉我：“季唐姨，你为什么要毁掉我的家庭？我究竟有哪一点对不起你，让你在这么关键的时刻捅我一刀？”我皱眉看向他身后的顾思培：“你能不能管管他？”可顾思培也同样不满地盯着我：“这件事的确是你做的不对。”我有些奇怪，又有些好笑，我究竟做了什么了？一个二个都说我不对。我递出手上的药，不想牵扯进莫名其妙的事，给你，我拿样东西就走。
手上的药被秦婉用力打落在地上。他扯住我伸出的手，直直把我往屋里拖。赵校长就是这个女人，就是她想要毁掉我儿子的家访，想要我儿子上不了学。那个东西肯定是她故意留下的。顺着秦婉指的方向，我终于看见他们说的罪魁祸首。一张照片，一张我和程记的照片，只是因为程记只露了半张脸，模样恰似顾思培。估计是他们发现这张照片了，以为我和顾思培有一腿，从而京都的校长也以为他们夫妻不和或者感情有问题，所以受伤也是哄我来的借口了。看明白这一点，我拿起照片，告诉顾思培，这是我的东西，从此以后我们再无任何关系。说完我转身要走，秦婉却不愿意了，扯住我不让我离开。不行，你不能离开，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他不管不顾，一个不慎让他从我手上夺过照片，举在手上。季唐姨，我只要你告诉赵校长，这张照片上的女人是不是你？今天的这一切都是你故意陷害的，你就是想让我儿子进不了京都，你是个勾引我老公的贱人，你快说啊！对于秦婉的话，顾思培只是皱了皱眉，并没有说什么。而坐在沙发上的赵校长看着我们三人，询问的眼神放在我身上。见状，我也不想离开了，更不想这一口黑锅背在我身上。我到照片上的女人的确是我。见状，秦婉松了一口气，赶忙附和：对呀，赵校长，我跟我老公的感情绝对没问题，这一切都是他搞的鬼。说着，他看向顾思培：老公，你说是不是啊？顾思培看了眼我，点了点头。这一刻，我终于彻底把程记和顾思培分离开来，因为程记永远会站在我身边，不论何事都是我的依靠，有他在，我从不会委屈和害怕。正了正心神，我看向面前所谓的赵校长，可照片上的男人并不是他。所有人被我的话震惊到了，特别是秦婉，他对比照片上的男人和顾思培，扯着嗓子叫喊：怎么可能不是思培？他们明明长得一模一样，就连衣服也是一样的。我看你就是故意趁着思培不注意，才偷拍下来这张照片，现在又想打死不承认季唐姨，你做人能不能磊落一点？磊落这个词着实让我笑出声来。那我请问秦小姐，你的儿子是顾思培的亲生儿子吗？想在我身上泼脏水，那我就让这水越搅越浑。秦婉没想到我会说出这种话来，瞳孔颤抖的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见秦婉语塞，赵校长也察觉到了不对劲，威严的面目上浮现出恼怒。你家究竟是什么情况？我们学校绝不会招收拥有品行不端父母的孩子。说完，赵校长就想要离开。秦婉赶忙拉住校长的衣服：校长不是这样的，我可以解释的。说着，秦婉看向顾思培，祈求他能承认孩子是他的。就连农农也可怜兮兮地看着他，小声喊着他爸爸。可顾思培充耳不闻，他应当是发现了。照片上的衣服他的确有一套，是我当初买给他的。那时我满心欢喜地捧着衣服，希望他能穿上，让我看看他满眼不屑。这种垃圾货也好意思拿来送给我？季唐姨，3个月省吃俭用的工资，就为了给我买一件衣服，你让我觉得你很廉价。所以他虽然有那件衣服，但他从未穿过，更别说穿在身上还被我偷拍下来。此刻他盯着我，声音里有自己都没察觉出来的抖。他是谁？你不配知道他。顾思培上前2步抓住我的手腕，用力。我问你他是谁？我直视他，他是我此生最爱的男人。闻言，顾思培不可置信地颤栗着双眸，脸上划过一丝受伤。他是你最爱的男人，那我呢？我讥笑道：你不是秦婉的丈夫吗？顾思培有些慌乱地否认：我不是。顾思培，你别装了，你们2个连结婚证都领了，他们已经是名正言顺的夫妻，所以你现在又有什么资格来质问我？松手！我把自己的手腕用力扯开，可顾思培抓得太紧，我根本挣脱不了。他红着眼：谁告诉你的？既然他不愿意松手，我也原本告诉他我那天听见的一切。你说我只是你的一条舔狗，
你和秦婉领证让我当三，只要我敢闹你就不会和我结婚。顾思培，人一旦既要又要，终将在某一天全部失去。顾思培没想到那天的酒后胡言被我全听见了，慌乱的解释，我那天只是说着玩的，可不论他是玩笑话还是真心话，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了。顾思培话既然已经说到这份上了，我们之间也该有个结束，我们分手吧。顾思培却不愿意了，开始细数当初我为了和他在一起做的傻事。当初你在寒冬跳下水池，在烈日下穿上玩偶服，一年365天，天天给我做爱心早餐，不论我怎么骂你、打你、侮辱你，你都只想和我在一起。那个时候我兄弟逼你喝下烈酒，打压你的尊严，让你冻伤的手弹了1天1夜的钢琴，你都从没说过要离开。现在我们都订婚了，你要分手，我不同意。是啊，当初我把他当成成绩，不管他对我再坏，他的兄弟再不待见我，我也只是一味的讨好他们。我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爱你，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所以他的兄弟总说我是一条怎么赶也赶不走的狗。听见这些话，我也会难过，也会伤心，也会期望顾思培帮我说话，哪怕一次，可他从来没有。现在我也该看清现实，顾思培和程记根本就是两个人。当初我接近你，只是因为你跟他长得像，我以为留在你身边，就好像他还在我身边一样。可直到现在我才清醒，你不是他。这一次，顾思培手上终于松了力道，他看着我，像是在辩驳我说的话是真是假。我骗了你，你也负了我。顾思培，我们两清了。而另一边，赵校长也不想再看我们三人的爱恨情仇，撇着拐杖轻打在秦婉手上，想让他放手。你们的家务事我不想掺和，等你们解决完再说吧。可秦婉却死也不松手。至于农农见自己的妈妈被打了，冲上去揪着校长的衣服又撕又咬。你个老不死的，凭什么打我妈？两边混乱无比，直到没关紧的门再一次被推开。你们在干什么？几双眼睛看向门口骤然出现的男人，而我红了眼。几成眼看见我被拉着住的手，冲上去一拳打在顾思培脸上。畜生！我被哥哥护在怀里，顾思培看见我蜷在别的男人怀里，一张脸上盛满怒意，舌尖顶了顶刚刚被打痛的脸颊，一拳头又想落在我哥身上。我赶忙拦在哥哥面前，你不能打他。见我保护别的男人，顾思培更是气红了眼，你居然保护他？你没看见是他先打的我吗？刚刚被哥哥打中的地方已经红肿起来，配合他质问的表情，活像他才是受委屈的那个。他是我哥。闻言，顾思培收了手，狐疑地看向几成眼，终于在确认我们相似的眉眼后，相信了我的话。你为什么从不告诉我你有哥哥？我没说话，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可顾思培却好像误解了我的意思。你用假的身份骗我，你从一开始就想过离开。我告诉他，我从未骗你，是你不在意我的出生，我的家庭，我所有的一切。我还记得当初我第一次以女朋友的身份出现在顾思培朋友面前的时候，有人问过我的家庭情况，可那时的顾思培是怎么回答的？他说，我不在意他的出生家庭构成，他有几个兄弟姐妹我也毫不关心，像他这种女人不过是一时的文具，玩腻了就丢，我何必费那心思？他也真的做到了。对于我，他一无所知，就算求婚的时候我提出让我父母来见证，他也是满不在乎。我们两个人的事用不着你父母，其实不是用不着，是他看不上。他以为我父母是乡下的泥腿子，出现在他顾少的求婚典礼上拉低了他的水准。况且一场施舍来的求婚，他随时可以违约，带上父母就显得正式了。顾思培应该也想起来了，他张了张嘴，好几次想要说话，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直到同样没能离开的赵校长看见我哥的脸，惊呼一声悸动。赵校长杵着拐杖快步走到几成眼面前，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激动，你怎么来了？被挣脱的秦婉冲过来，听见赵校长的称呼，惊愕地盯着几成眼。激动，他就是你们学校最大的投资商。赵校长点头，这位就是我们学校校董，
几成眼先生。得到肯定的答复，秦婉脸色飒然变得苍白。她没想到自己忙活了半天想把孩子送进的学校，校董会是我哥。这次他瘫软在地上，双眼无助地看着我哥，又看看我。他明白想把孩子送进京都国际的愿望泡汤了，可他依旧不死心，跌跌撞撞又来求我哥。既懂这一切都是误会，都是误会啊！我哥却一脚踢开他，转头看向赵校长。他的孩子永不录用。一句话彻底堵死了秦婉最后一点希望。秦婉泪流满面嘟囔着：怎么会变成这样？怎么会变成这样？就差一点，就差一点啊！看他的反应，我不明所以。不过是一所学校而已，何至于他想尽办法也非要进去？那里面究竟有什么？至于顾思培，他更是没想到，我的家庭在他意料之外。他往前2步，想要来拉我的手。堂堂季董是你哥，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哥挡在我面前。顾总，我记得前段时间你公司不是想和我谈合作吗？本想着给你一次机会，但你欺负了我妹妹，这辈子你都不会再有可能搭上我这条线。顾思培踉跄了一下，有些站不稳了。季总，那个合作你不是已经答应了吗？怎么能违约？我哥才不管那些，我们几家的人最是护短，敢负了我妹妹，我没打压你就不错了。说完，我哥拉着我想带我离开，门口被秦婉拦住。季唐姨让我的儿子免试上学，我把照片还给你。他拿着手上的相片威胁我，想来他也是听出来照片上的男人另有其人，而且我还因为他找了和他8分相似的顾思培，甘愿给替身当牛做马。照片上的男人应当是对我十分重要，否则我就把照片撕了也不给你。他做出撕毁的动作，我哥看向我，等着我的反应。我呼出一口气，一只手搭在他的手上，紧接着撕拉一声，照片变成2半。你秦婉傻眼了，他不是对你很重要吗？为什么你？我有云闻道，也就是说，这样的照片我想打印多少张就有多少张，至于为什么还要过来一趟，也只是我不想我的东西还留在这个家。这次我毫不犹豫地离开，住在我哥安排的酒店里。期间爸妈打来电话，他们从我哥的嘴巴里听说我的事，更是气不打一处来，扬言要毁掉顾思培的公司。等他们咒骂完，话头一转，妈妈小心翼翼地问我：唐姨，既然你和顾思培分手了，那我们给你安排的相亲对象你要不要见一见？想着要和过去告别，我也的确该走出成绩带给我的回忆，迎接新的人生。点头同意了，刚好相亲对象就在这座城市，爸妈让我和他见了再回去也不迟。本以为这只是一场普通的见面，可就在看见那个男人的第一眼，我的心脏不可避免地跳动。他的穿衣打扮、行事风格和成绩好像，我以为是爸妈事先跟他说了成绩的事，他故意模仿成绩的风格，有些尴尬。其实你不用这样的。男人看着我，嘴角带着一丝笑。季小姐，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爸妈是不是跟你说成绩的事了？他们怕我放不下，所以才找了你。男人嘴角的弧度更大，伸出手：你好，我叫谭思源。虽然不明白你的意思，但我还是要解释一件事，是我先喜欢的你，希望季伯父、季伯母帮我做媒。你喜欢我？谭思源点头。你就是我喜欢的女孩子的模样，我对你一见钟情。郑重的表白，真挚的表情，把我说得面红耳赤，一时之间慌乱不已，失手打碎了手边的杯子。谭思源见状，赶忙牵着我的手，小心别被划伤了。说罢，他让服务员拿来酒精，喷洒在我伤口上，又用创口贴包上。我看着他认真细致的眉眼，心头一跳，随后更是看见他在创口贴最后一圈向里折了一下，双眸更是不由自主的颤动。这个习惯居然和成绩一模一样。最后折一下，这样取下的时候更方便。他看着我，眉目温柔。我终是恍惚了，喊出了那个名字：阿季。谭思源按了声：你说什么？我摆了摆头：没什么。这顿饭我吃的可谓是眼神飘忽，心思不定。终于饭局结束，
我迫不及待给妈妈打去电话。谭思源他是谁？我心里隐隐有了期待，却又知道是妄想。妈妈叹了一口气，我就知道瞒不住你。其实程记在死前做了一个决定把自己的器官无条件捐献，而谭思源就是被捐献者。我的脑袋突然一下如同烟火炸开，一阵耳鸣。我颤抖着嗓音问下最后一个问题：他的身体里跳动的是程记的心脏吗？妈妈按了声。我瞬间泣不成声。程记是个警察，一次意外追捕中被歹徒用刀刺了32刀，哪怕紧急送往医院，也因为失血过多抢救不过来。那时他知道自己活不下去，握着我的手说：糖糖不要伤心，我会以另一种方式继续爱你。我求他活下去，告诉他如果他死了，我也活不下去了。可他把我的手放在他的心脏上。糖糖，你听，我的心脏还在跳，我不会死的，会有人代替我好好爱你。也正是因为他的这句话，我才会找到顾思培，忍受他一次一次的羞辱背叛。我以为他是程记，他会代替程记，可原来他的那句话的意思是，只要我的心脏还在跳动，那就是我在一直爱你。多年的一句话，没想到如今正中眉心。程记他真的做到了，他的心认出了我。我找到谭思源，在他没反应过来时扑进他怀里，用耳朵感受他心脏的跳动，随后抬眼：我们结婚吧。我和谭思源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婚礼进行中，却闯进来一个不速之客。顾思培戴着帽子和口罩看着我和谭思源，猩红着眼：你们不能结婚。保安拦不住他，他叫嚣着：你和他结婚？你以为他真的爱你吗？不过就是把你当替身，只因为你身体里跳动的是他爱人的心脏。我没想到这么久不见顾思培，他居然能查出来这么多。不过我也不担心，因为心脏这件事，我早就如实在提出结婚当天告诉了谭思源。他并没有感到震惊，他说：其实我早就知道，但我喜欢你是比接受这颗心脏更早的时候。他说他心脏衰竭住在医院时，就已经见过我和程记了。那时候程记满身是血的被推进手术室，我在外面哭得像个傻子。那时候他就在想，这个女孩一定很爱她的男朋友，如果她也能拥有一段幸福的爱情就好了。没想到当天晚上，他的主治医生就告诉他一个好消息，找到匹配的心源了，对方正是他今天看见的那个男人。那个男人捐献心脏只有一个要求，用我的心代替我照顾他。所以这些年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我的生活。在第一时间得知我和顾思培分手后，他急急忙忙找到我父母，希望上门求娶我，兑现当初和那个男人的承诺。顾思培不敢相信我和谭思源会因为这种缘分在一起，继而他又转头看向我：糖糖，你不是说你最爱我吗？你怎么能嫁给别人？我们都订婚了，你该是我的老婆才对啊。说着，他举起手上的离婚证：我已经和秦婉离婚了，你才是我女朋友，只要你愿意，我们现在就可以去领证。他突如其来的深情让我觉得奇怪，直到谭思源在我耳边说：你哥哥撤了合作，伯父伯母也在打压他的公司，现在他的公司面临破产，估计是被逼无奈想从你身上下手吧。原来是这样。顾思培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只瞧见我和谭思源挨得近，突然取下帽子和口罩：糖糖，我知道你放不下程记，所以我找了他的照片，我已经整得和他一模一样，求你回到我身边好吗？我真的离不开你。之前他的公司顺风顺水，除了有我家里人暗里帮助，就连谭思源也出了不少力，就想着他平步青云，我也能过得更好。可现在他才发现，他所以为的能力和运气，全是我带给他的，现在陡然变得一无所有，节节挫败。他才知道曾经的他有多么自负。我看着和程记一模一样的脸，此时此刻心里却再也翻不起一点涟漪。顾思培，你不是他，你不配成为他。一句话彻底让顾思培疯魔了，他拿出藏在衣服里的刀：季唐姨，你怎么能这么狠心？
我都说我现在爱的是你了，你为什么还不肯原谅我？他挥舞着刀划伤了保安，紧接着又朝我扑过来。他挥舞着刀划伤了保安，紧接着又朝我扑过来。季唐姨，都是你让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我毁了你也别想好过。在他即将靠近的时候，谭思源一脚踹在他的心窝，顾思培从舞台上滚了下去，头磕在了摆放在旁边的花架上，晕了过去。保安合力把他抬出去，婚礼顺利进行。此后我以为我不会再见到顾思培和秦婉，却没想到秦婉会找上我。她带着孩子跟我道歉，说希望我能不计前嫌，让我跟我哥哥说一声，把农农送进京都国际。这次我终于问出口，为什么你非要把孩子送进去？秦婉犹豫再三，终于开口，因为他的亲生父亲。秦婉说，他要让农农认祖归宗。当初农农的亲生父亲并不认农农，除非他有办法让农农进入京都国际，可这明显是个无法办到的事，因为京都国际是不会收单亲妈妈年收入低于500万家庭的孩子。他明显是在为难他。那所学校孩子的父母不是公司老总，家里就是高干子弟，所以他才会找到顾思培，上演一出领证结婚的戏码。所以你也是在利用顾思培，只要能让农农认祖归宗，我做什么都愿意。秦婉咬着牙，顾思培已经没用了，我也已经和他离婚了，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他站起身，扯住我的袖子，我为我自己的行为道歉，这次我求你帮帮我。我问他孩子的爸爸究竟是谁，他支支吾吾不肯说话。如果你不说就算了。我起身就要走，他终于忍不住开口。我诧异无比，因为他说的那个男人已经50岁了，有家庭有孩子，怪不得会提出那么苛刻的要求。我也告诉他，我帮不了你。他扯住我的衣袖，不行，你必须帮我，否则我现在就死在你面前。他拿起桌上的刀叉抵在自己脖颈上，你不能走。可我压根不看他一眼，径直离开，因为我知道他有孩子，根本不可能伤害自己。再后来我听说秦婉和顾思培复婚了，据说是顾思培也知道秦婉利用他的事，他大受打击，接近他的女人都带着目的，让他一时变得疯魔起来，不仅禁止农农读书，还把秦婉囚禁起来，问他究竟是哪个男人在他心里最重要。顾思培变得敏感自卑，对自己的魅力产生怀疑，他钳制住秦婉的下颌，必须从他嘴里听见自己的名字。我报了警，听谭思源说，警察找到几人的时候，秦婉已经疯了，顾思培也变得神神叨叨的。至于农农，似乎患上了自闭症，几人一起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而我窝在谭思源怀里，也忍不住问他，那你怎么不问我，谁在我心里最重要？谭思源温柔地吻了吻我的额头，我不会比较谁在你心里更重要，每个人都会有一段过去，只要现在陪在你身边的是我就够了。我回抱住他，怎么办？我好像真的有点喜欢你了。他按住我的头，抵靠在他胸口，那就再多喜欢一点吧。